他们通过了每场测试，突破了所有障碍，跨越了每道坎。接下来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将他们公诸于世。但是，等一下，这是什么？哦，对，还有一个挑战。他们现在必须要通过死亡谷。所有新产品在推向市场前的必经之路，许多产品在此跌倒后再没成功。有时候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的产品不可用，没有满足需求，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但那些能帮助解决世界难题的研发产品，也同样会面临类似的窘境。因为技术潜力并不是决定产品能否成功的唯一因素。相对于软件而言，死亡谷对于涉及复杂实务的创新，以及医药、建材和运输等高度管制行业的创新来说，风险尤其大。监管以及其他障碍的本意，并不是阻挠新发明，而是为保障人类安全所设计的。他们确实会吓跑一些投资人，而这也是造成好点子最后夭折于死亡谷的原因。在研发产品开始盈利前筹集的资金已消耗殆尽。现在受此现象影响较大的领域之一是零碳技术，它们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稳定地球气候。但是，零碳技术本身在面对死亡谷的时候也有致命弱点。让我们探究一下为何会出现此现象，以及我们如何去改善这些薄弱点。所有的新兴技术在开始盈利前都会经过一个开发阶段。对于零碳技术来讲，在开发阶段里投入成本很高，耗时长，而且尽管这些技术能带来好处，但需求往往很低，因为它们可能需要对基础设施和消费者行为进行重大改变。比如，电热泵不燃烧化石燃料，而且从能源使用节省的角度考虑时，电热泵与燃烧煤气的成本相似。但是对居民而言，加热和制冷系统往往几十年才更换一次。而此时，直接空气捕获技术能够直接把二氧化碳从大气中移除。我们需要这些技术去达成我们的排放目标。有些技术也已经被证实有效，但因为费用高昂，它们仍有可能被腰斩在死亡谷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降低成本的最佳方式是实践，充分挖掘一个产品，并且不断对其进行改进。但是高昂的启动资金会吓跑投资者，没有了他们的投资，这些公司就无法继续研发他们的技术，因此最终的产品使用成本也不会降低。但幸运的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破这个循环，政府可以介入来填平这个坑，尤其是当私人投资者不会对具有高社会回报率的技术进行投资的时候。这并不仅存在于理论层面。在上世纪90年代，实用太阳能电池板问世，但由于使用成本高，市场渗透率很低。为改善这一情况，德国政府向制造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公司提供贷款，并且在法律上强制公用事业企业去购买这些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美国与中国政府也随之资助大型太阳能电池板项目。从2009年开始，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近乎90%，从而促进太阳能的推广。这同样也适用于风能。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丹麦投资了风能，并且向风能的竞争者化石燃料征税。其他的国家也采取了类似举措，于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生产风能，这项技术的成本也大幅下降。这些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政府的积极倡议是有用的。这些举措包括增加研发支出，为希望开发零碳技术的初创企业和希望购买这些技术的消费者提供税收和贷款激励，以及为碳排放定价。我们需要政府像他们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所做的那样，进行更多的创新。到头来，单凭创意和发明本身不能解决现今最艰巨的问题。要使最具潜力的技术获得成功，制定适宜的政策并塑造市场环境为当务之急。我们拥有所需的工具和知识，为地球创造更清洁、更安全、更健康的未来。访问 ed.ted.com/earthschool， 详细了解正在进行的令人兴奋的步骤，以及如何参与进来，从而满足您的求知欲和期望。